对不起，我请问一下这个叶良哦，你买到 Yala 对不对？对，我有买到亚拉。哦，你好厉害哦！你是怎么注意到它的？你是因为你在中国很多人他讨论它吗？还是怎么样不是，？OK，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小的圈子，然后经常有一些交流。他有提到这档股票，它好像是符合那种，第一个是技术上比较强势，第二个我判断它是有可能会逐渐向 Facebook 啊或者我们国内的 WeChat 这种方向去发展的。我希望你说说，你觉得这个股票的你看得多远？对，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向追基老师请教的一个问题，就是，是我不知道他能走多远的时候，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轻易的比方说下车或者是怎么样？好，我觉得是这样子哈。我们直播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有5大重点，对不对？未来性，对，筹资能力、资本支出、创新、结盟，对不对？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如果这五项东西有任何一项增加了，我就会去评估这一项可以走多远。如果这5项都没有半项可以增加了，我就会考虑不要它了。然后最后送你一句话：如果你看不到任何迹象，但是股价正在上涨，就请努力的拥抱它。那或许会像 GME 一样上来、上去又下来，可是没有办法。我还是建议就当做没有这件事情，短线的波动别看它，好不好？你们身处业内，以叶良的角度来讲，我常常提到资金流向。你在中国有感觉到这几年钱一直往中国灌，一直往香港灌这件事情吗？你在那里有这样的强烈的感觉吗？其实并没有。哦，在业内没办法感受啊。对，因为我们那个业内是没有办法感受，然后我也有留意到证券这一块的，他们也不会说有什么外向的资金进来到大陆这边，因为还是有一定的那个资金的一个管控嘛，所以其实可能所谓来到了亚洲，应该还是像你说的。他 parking 在香港，所以但是你有对，感觉到，那我应该换个问题，你有感觉到，因为我是用我的分析、我的判断，只是你在业内，你有感觉到这些钱很想到中国，只是现在停在香港，有这种感觉吗？目前这种感觉还不是很强烈。还不是很强烈。谢谢你提对，供我这个情报，因为我看到的数据是这样。那如果你的感觉不是很强烈，我会觉得这个事情还真的刚起头，我就会这样解读事情，因为你是业内的。因为我们业内其实也有做一些资金的监测，嗯，然后他们监测到的是比较少的游资热钱。游资对，然后多数是来自俄罗斯啊或者日本方向的这种游资，但是也是没有长久作战的，就来一下可能就撤退了。没错，所以要观察。所以如果以香港股市依然还在上涨的话，我就想说他们还愿意停留在这边作战，我就觉得挺好。那这边志刚，我问问你哦，你有感觉到钱往台湾灌吗？从客户端的资讯得到的是真的有蛮多台商企业在前一阵子中美贸易战的时候，钱是有从海外回来的，也好的，是有实际看到的。对，有实际看到了。月亮，你觉得我的大局观有没有对你的短线的这些感觉，或者是有什么帮助？大局观方面，其实很大程度的影响你一个持股的心态。一开始是4成了，但是后来因为亚拉这种 MSTR 涨上去了，然后那个水位就相对下降了。我是放在那个4成左右，放在 FCX 这种确定性比较高的。你现在已经快买满了，然后还在伺机而动，要把它买完，你是处于这个阶段吗？对的，我除了其实剩下那1成多一点，我是想着生活上可能会有一些用途，我才没有把它打进去嘛。没把它打进去，很想，但是没办法，不然早打进对，去了有可能，有啊！可能。是是是，OK，你觉得大局观有帮助你建仓什么，所以让你初期建仓的时候比较舒服了，这样子。那敢加码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敢加码很难。我认识很多人一开始有赚也不想加码。刚志刚说有人台积电从200多报到700，OK，200多报到700，纯报是不难的。客户我相信他只要忙，他忘了看盘或怎么样，其实他就抱住了。可是加码是一个更危险的动作，是
你又要去面对你要去重新赚赔这件事情，你怎么做到的啊？四成，然后还加码，然后到现在还持有。真的感触最大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一句话，是我看了那个真操盘人生那个 Mr. Law，哦，他就说了，涨个100%，他回来到50%的时候我才出场，那就证明只有那50%才是我的，前面那些涨上去的都不是我的，我就抱着这个心态去不断的加。哦，那你做好你的自觉再加码，对不对哈？对，我已经先在心里有一个觉悟了。那志刚你呢？你觉得大局观对于我们的这个消息面啊、技术分析这种影响啊，你的持股啊加码有帮助到吗？我个人觉得有帮助到，因为大局观比较清晰的时候，在遇到你本来就已经有的部位再拉回的时候，你会想加码。那像这次 CCL 从最早买都没有出掉，一直到上个礼拜曾经有在加码18.75，那它的趋势不是算很强，但是因为是看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的目标的话，基本上只看它每天的报价，根本不会想要管它卖出的点位，只会想什么时候我应该再去买它。我实在太高兴了，因为你讲的大局观就是我一直在倡导的大局观。因为刚刚 CCL 我们都知道是转机股吧，对不对？对，转机股是的重点在于它不会倒就好了嘛。它只要不会倒，它有一天总是会开船，除非我们现在有个消息是它永远不开船了，那当然就撤掉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说跌到18点多的时候，你又进去买一点，一般人就做不到这件事情。哦，我这个技术分析怎么破前低啦？我这个又怎么啦？疫苗什么又有变种啦？我再举个例子哦，中芯国际财报不好，对不对？对，是财报的财报关系。很烂嘛，对不对？可是我买了嘛，也是因为大局观啊。我这档股票也是当成它是国家级战略的转机股，我怎么会去看它现在财报好不好嘛？未来汽车我在买的时候也是快要破产，也是财报不好，财报好就不叫转机股了嘛？财报好怎么会叫转机股呢？所以财报不好，股价下跌，我再 check 一下有没有别的原因，没有，就只有查到财报不好的消息而已。OK，我很开心它跌了。如果没有这些短线波动，你看我中芯国际看多久了？我为什么没买？还在等嘛？它如果一直不下来，我还很困扰。我可能买个2%，我可能真的只买1%2%。我的 BTBT、MARA、ROT 这个矿股的操作，最后换成 MSTR，为什么？要真的很清楚它的算力跟它的获利预估，我还要去抓矿工到底是持有还是现在卖掉，我还要抓它到底什么时候拿到设备，它的矿机是 S19的比特大陆的矿机还是神马的矿机？我发现越研究觉得越困难，我才甘愿的退到 MSTR。那个前几天那个矿机股常常一开盘涨20% 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开盘涨了15%，然后最后还拉到20-30%，可是我动都不动。我第一个我大局观，我对它的理解，就像刚刚那个叶阳提到不够深，我发现我研究不完。第二个 MSTR 它在2月3号有个大会议嘛，我咬着这件事情嘛，所以它只要有一点强就好了，我也没有一定强。我当年买智邦也是没有很强，最后也是涨很多。所以我觉得这真的都是大局观，更不要讲那个 TDOC 了。未来会有很多的合作，我是看好这件事情。它有很多的合作，这些股票里面唯一开始要获利的最创新的行业，大概就是远距医疗，大概就是 TDOC 了。所以对我来讲，它没有什么，我只要盯着它财报好不好就好了。所以不同的大局观要看的东西就不一样，非常明显。有的我不看财报，有的看财报。未来汽车刚买的时候我不看财报，我现在如果还持有，我要看它财报，我会看它那个换电站的数量有没有一直在扩建，这才是我最关心的。我希望带给大家的是这样，不会太过恐慌，我的股票涨得比人家快还是慢。然后第二个是大局观，如果我们真的尽力研究了，那就算了，那就不要去追逐那个不懂的东西。好像两位在业内都比较偏向容易短进短出，容易持仓不够久。那今年的话，你们会觉得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叶良先说说吧。要考虑我本身持仓这个股票，它走一种什么路线。
比方说 FCX 这种，可能拿个超过1年以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只要它不出现那种下杀到我成本以下还要跌个10% 的这种情况，基本上我都会直接拿着，然后一路拿上去嘛。然后中间如果有机会就把仓位再搭一点进去咯，如果没有就算了。所以你觉得你的目标是提高你的持仓时间啊，对不对？还有就是还是要看那个股票的特性吧。就比方说 MSTR 这种，可能拿到一定程度，我会减一下仓位，然后看一下有没有新的标的出现，会调过去，或者亚拉这种有可能也会继续加仓。那你2021的目标获利要多少啊？目前是看2倍以上吧，因为现在已经几乎1倍了。以前不敢想这个问题吧？以前不敢想这个倍数了。以前也有敢想，但是我觉得以前想的时候，我会感觉它是不是一种空想，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是一种安心的有可能，不是很亢奋，好像我要急着怎么样，应该是这样吧？其实还是要放平一下心态吧，就是因为将来它能不能涨上去也是要看运气啊，看各种变化的嘛，就还是调整好心态，然后这样子会好一点。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觉得你会是一个绩效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好，那而且有些人他在赚了1倍以后，他会有一种，那我以后赚不到1倍怎么办？我整个听起来你的对话，我觉得你目前为止还控制得不错。那我在这边先祝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也希望可以做到。志刚，2021你的目标有什么样的新目标？目标没有去设，就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让获利放大。因为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如果有去积极调整的话，获利可能超过1倍，但是没有积极调整也超过80%，那这个是在台股也无所谓嘛，对不对？其实无所谓。有时候积极调整还会让自己有点压力太大了，反而会打乱脚步，也不一定要啦。2021你们的目标都讲了，那我最后一下我也跟大家分享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呢，简单说有2个，但是最重要的第一目标叫做全身而退。这个大泡沫的时候，赚当然是要把它赚到天上去，可是赚到天上去，接下来的艺术是你怎么样在回来的时候全身而退，在下跌的时候去做防守，然后让你的资本可以留到下一波浪潮的时候再一次复制这个东西。以前是我自己做股票，但是现在大家看了我的操作，可能会想模仿我还是干嘛，所以我觉得我全身而退这个第一目标的任务就更大了。第2个目标，我希望更能带着大家一起了解这个世界，因为我对这个也很好奇。以现在的这个世界变化来讲，太快了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东西。我也希望借由这种有国际观的这样的互动，我们一起去研究。在中国，我相信基因序列跟机器人的发展远远的超过我人在台湾能够看得到的资料。所以其实我看的资料，要么是欧美的，要么是中国，有可能是假的，没有关系。可是它提供了你一个理解可以想象的空间。而且我正常你讲一件事中欧贸易协定开放欧洲去中国可以独资做医院，公平竞争。我觉得中国的企业不好的会淘汰掉，接下来会有真的有本事的中国企业不断发生谢谢你们分享。那你觉得还想知道什么？请教JJ老师，假如我现在是有资金，但是我是1分钱也没有进场，而且我又没有团队，那么我要怎么样从零开始？我可能还是要回到建仓风险，你认不认同你看好这张股票，大局观没有问题，你也没有发现什么动荡，你要不要进场？好，我就是想进场，5%也是进场，那就回到了你看多远，你今天看的趋势如果是1个月，那你那个时候进场5%就没有意思了。所以进场的标的你要有感觉它是好几年的，那这时候你打5%会遇到什么情形？打完又下跌了，那你可以再打5%。如果你打完5%又上涨了，你可以再追5%。那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可能涨了30% 以后回档20%，你打了15%之后又回到成本区了，你要再打15%、20%、30%，所以这个过程可能3个月都要哦。也就是说，这3个月的建仓时间，你都要觉得你是没赚钱的，因为你现在1毛钱都没打进去嘛。但是，一旦我们看的标的是1年、2年以上的这个周期的时候，我用一个最陡峭的例子来举例好 ，CCL， 我们刚进场的时候是14块嘛，我是12.9买第一笔，是不是？好像是，买了以后它涨到18，涨到18的时候，如果假设今天看我直播的人看到已经18块怎么办？打5%。打5%它是跌到14块了，你会不会慌？如果你不会慌，再打10%，然后这时候我就有一个设定了，如果没有涨超过18块，我就不买了，或者是你越往下你还会越买一点，就等，涨到21块、22块、23块了，可以咯，方向性又出来了，我又加码，可是后来是不是跌到19块了？对，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建仓过程，建仓过程就是长这样。你可能有技术面的方法去买进，你可以有分批的方法去买进，时间是漫长的，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好的时间点，除非有技术面的买点，可是真实技术面可用的买点其实不多，所以你没有办法在一个点说这个点好准哦，我要一打100%打进去，会这样做变成在赌博了，这是我不认同的一个建仓观念。我自己以前做台股，它可能涨2-3个月就回档。那我这样的习性就变成要每天盯盘去抓小细节。可是如果我们现在看的是中长期的股市，我举例中芯国际好了，24块我买，跌到20块我买不买？我买啊。所以你看哦，我的中芯国际跟我的其他标的就会搭配起来用。我中芯国际现在可能最多买到10%，我就不想买了。可是买，或许它真的涨到30块了。可是 MSTR 我觉得该停利了，可能过了1年了。我就灌回来嘛，我的成本是低的嘛，我的这些标的就是这样流动。中芯国际的持仓时间对我来说可能是 FCX 这个等级哦，它要等。可是它是国家级的战略部署，它会很强。假设我的观点是这样，这是我的假设。那你基于这个假设，你要照这个假设去建仓，你就知道它就是有可能会回档40% 嘛，那你怎么办？所以我是这样子建议。不同的标的、不同的建仓的压力值的周期都在调整。那就差不多到这边了。我很高兴今天我们这样子又一个新的突破、新的形式的交流，祝大家顺利哦。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好，谢谢杰杰。